指2015年的旧约，为什么缠了程毅整整11年？一个名字，说大不大，说小，其实也真不小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用了11年，把一个名字从没人认识，演到全网都知道，演到有人专门跑来打官司，想把这2个字要回去。这事儿你品，你细品，它本身就说明了点什么。今天这期咱们慢慢说哈。我最近一直在想程毅这个事儿，想了好几个晚上。不是那种热搜上一惊一乍的看法，是真的把这11年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之后，心里那种说不太上来的感觉。我先说清楚啊，我是他的粉丝，这个我不藏着。但你别误会，我今天不是来喊口号的，我是想用一条时间线，把一件被说得乱七八糟的事儿理顺给你听，听完整再判断。事情的源头得回到2015年，那时候还没有程毅。那时候是傅诗琪，这是他的本名，一个刚入行没几年，在广州一家叫天机的经纪公司的年轻演员。2015年9月，他跟天机终止了演艺经纪关系。注意啊，这个时间点是关键中的关键，我后面会反复回到他。终止之后呢，按理说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而且这个细节特别重要，据后来欢瑞世纪的公开声明，天机公司当年是书面确认过双方并无纠纷的。你听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没有？就是说，对方自己白纸黑字签过字，承认咱俩之间没事儿了。所以欢瑞后来那份声明里有一句话特别狠，原话大概是说，对方并无提起诉讼的合同或法律基础，其行为已经涉嫌滥用诉权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自己签过没纠纷，现在又来告，这站不住脚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时间我得查一下，2016年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说的准确一点，是2015年9月，不是16年。我刚才差点说串了。凭印象说啊，2015年9月，终止，对方确认无纠纷。这条线先定死在这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2015年就结束，对方还签字承认没事的关系，怎么就缠到2026年了呢？别急，在回答这个之前，咱们得先看看这中间的这些年，傅诗琪是怎么变成程毅的，因为这一段才是整件事真正的核心。解约之后，他没有一夜成名，说白了，有过一段挺长的沉淀期，演了不少戏，但都不算特别响。这段日子搁很多人身上可能就熬不住了，但他在熬。然后转折点来了，琉璃这部戏一下子把他推到了大众面前，程毅这2个字第一次真正的被很多人记住了。后面你们都知道了，沉香如屑，莲花楼，我跟你讲，莲花楼那个李莲花，她演出来的那种明明一身武功盖世，偏偏把自己活成一个落拓江湖郎中的松弛感，那个 level 不是谁都能 hold 住的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所以你看，下围棋讲究一个长远布局。傅诗琪当年那部终止合作的棋，气的是当时的安稳，图的是后面这11年自己能走的格局。程毅这2个字，到今天为什么有人想抢？因为他已经不是2015年那个没人认识的本名了，他是他一部戏一部戏，一个角色一个角色，亲手把他演成了一只，怎么说呢，一只长期价值股。他升值了，而他升值的每一分都是他自己的努力堆出来的。我承认我有偏爱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你让任何一个不认识他的人去查一遍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，结论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名字的价值是演员自己创造的。好，现在咱们可以回到那个问题了。旧约为什么缠到2026？从公开报道看，大概是从2023年开始，情况起了变化。有网友扒出来，天机在2023年7月曾经想把程毅这个艺名注册成商标。再往后，针对程毅本人，他名下的2家公司，一个是厦门晨起奇缘影视传媒，一个是永康奇缘影视文化工作室，以及现公司欢瑞世纪这一整个体系，陆陆续续出现了多起司法纠纷。案由你听听，有合同纠纷，有不正当竞争纠纷，
还有围绕艺名的争议，等等等等。我得停一下，把这两件事说清楚，别让我给你说混了。一个是艺名商标那条线，就是想把名字注册成商标这个事；另一个是合同纠纷这条线，也就是最新这桩定在2026年8月5号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的案子。这俩不是同一回事，是同一个对手，不同案由的两条线。我刚才差点把他俩搅一块儿，不行，得拆开说，你才听得明白。那份最新的开庭信息是这么写的：2026年8月5日上午10点45分，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合同纠纷一案开庭审理。当事人里既有程毅本人，也有他名下的公司。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正好刚下班，地铁上刷到的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愣了好几秒，倒不是惊讶有官司，而是那个时间差太刺眼了。2015到2026，整整11年。一个人能用11年干成多少事啊？而这11年里，有一条线一直在他身后拽着他。这里我得插一句，这些都是未决诉讼，最终怎么判，得看法院，咱们谁也别替法官下结论。我这部分讲的是公开信息和我的个人理解，信源不够硬的地方，我心里都有数，如果有错，评论区指正。那有人可能要问了，网上不是说他2026年这边好像掉了几个代言，有几部剧热度也没完全起来吗？哦对了，这个我得提一嘴，不然显得我在回避。确实有这种声音，说商务合约到期没续，个别项目市场反应慢半拍。但你要是把它放回真实的行业语境里看，商务合约本来就有自然的周期更替，到期不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而市场口味这2年变得多快，谁都看得出来。更别说他手里那一摞待播剧，排期是满的。所以这跟那桩11年的旧约根本是两码事，别让人给你搅到一块去带节奏。说回正题哈，其实想想，这11年里最让我佩服的，恰恰不是他拿了多少奖，报了多少剧，是另一样东西。你发现没有，面对这么反复的诉讼骚扰，程毅这边基本上没怎么隔空对骂，没有那种把战场搬到热搜上，天天发律师函刷存在感的操作。他的回应方式特别一致，拍戏，继续拍戏。英雄志压了几年，终于有动静，2京15日也在路上。我可能记错具体进度啊，凭印象说待播是一长串。他把所有能用的力气都用在了作品上，而不是用在嘴仗上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不是个人能完全左右的，你不可能阻止别人去立案，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往哪使劲。而他选的是往作品上使劲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希望他事事顺遂，但客观来说，就算抛开粉丝滤镜，这种任你怎么缠，我只管把戏演好的定力放在今天这个浮躁的圈子里，真的稀有。行，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个名字到底属于谁？是属于那张2015年的合同纸吗？还是属于把它一笔一画演活的那个人？我现在的答案很清楚，一个名字真正的归属从来不在纸上，在作品里。程毅这2个字之所以今天还有人惦记，恰恰证明了他已经长成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东西。11年缠不掉的，从来不是一份旧约，是一个演员一步一个脚印挣来的，谁也拿不走的分量。时间会证明的，懂他的人本来就懂。今天这期就聊到这，你怎么看这桩11年的旧账？你觉得一个名字的价值到底该归谁？评论区告诉我，如果我哪说的不对，也尽管指正，我下期改。咱们下期见哈。